下走兄妹终相认，但随着镜头拉远，才发现这一切都在弗利嘉等人的监视中。从维拉开始，主角的一切行动都被艾达之子知晓，似乎他们无所不能。不过真正的监视者却另有其人，那这个幕后之人究竟是谁呢？很多人第一时间觉得是贤者，因为奈美西斯是贤者的重要棋子，但真正掌控一切的却是一个我们无比熟悉的人——海加德第9区执行官埃文斯。这一切都要从一次特殊的会面说起。在帕洛蒂登场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个支线，是帕洛蒂对埃文斯拜访的回忆，其中提到埃文斯的目的，利用灰玉体的借口授权新幻塔。从最新的主线中，我们知道了海加德中存在着2个派系，支持元能的元能派和反对元能的保守派，两方阵营自大灾变之后就保持着微妙的平衡，而双方的共识便是保持现有幻塔的运作，不再授权新的元能反应堆。但埃文斯却一直想打破这个平衡，终于契机来了，那便是九域的域能危机。九域需要依靠元能来维持时章科技，从而抵御惠民入侵，所以元能是必不可少的。蓝与寒露通过天门前往维拉也是为了元能。本以为福星矿会是解决的办法，但当主角前往维拉寻求帮助时，却遭到了拒绝，同时被告知可以修建幻塔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九域就已经落入埃文斯的算计之中。从林业的对话，我们可以得知维拉同样有着元能派和保守派，而且之所以幻塔没能启用，也是两系斗争造成的。那我们就明白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为什么福星矿里面明明是元能，却一直没有承认。不可能是因为研究原因，银岸研究所的研究对象就是元能，只要和福星矿比对，很容易发现两者是一样的。之所以一直没有发现，因为这是搪塞保守派的借口，只要不承认福星矿里面就是元能，保守派就没有办法反对元能。但随着九域的出现，福星矿中的能量和域能都是元能，已经是瞒不住的事情了。所以元能派为了维拉的发展，需要更加的激进，去证明元能使用的安全性，而最佳的实验场便是九域。只要九域的幻塔成功，那维拉也可以重启幻塔了。看似海加德在帮助九域，但同时也是在拿九域做实验，这会是元能派说服保守派的筹码。说到这里就感觉很离谱，因为从进入游戏开始，我们接触的大部分思想都是接受元能的。第9区执行官埃文斯，第7区执行官鱼鳞都是如此，也正因此我们一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从维拉拒绝提供福星矿到亚夏派出布勒威改造号轨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。但从埃文斯拜访帕洛蒂能看出，这一切都是准备好的。从知道福星矿的能量和运能都是元能后，便布下了这个局。鱼鳞很可能也参与了其中。这个解释起来也很简单，保守派是绝对不会同意修建新幻塔的，所以促成这一切的必然会是元能派。说是布局，但这不是阴谋，而是阳谋。九域就算知道这层算计，也只能就范，因为九域确实需要元能。在得知埃文斯的布局后，另一件事也能发现端倪了，究竟是谁在一直监视主角？在游戏中，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艾达之子。根据射变天使的叙述，仿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艾达之子如果想要监视我们，有2个方式。第一个是人员跟踪，也就是我们到达维拉后，一直都有人跟踪我们。人员来源有2种，一种是维拉本地有艾达之子，另一种是从亚夏过来的。如果说是第一种，说明艾达之子在维拉不仅扎根了，而且势力也很强大，能做到全方位监视我们不被发现，要出动的人员肯定不少，而且像是无序深渊这种行动都是绝密，能拿到这么多的信息，内部渗透也必不可少。但是在维拉，我们却没有接触到一点这方面的信息。如果是从亚夏跟踪过来的，首先传送就是一个问题，其次能不被我们发现，还要跟着我们深入险地，监视人员的身手未免有些恐怖。如果维拉是有可能跟踪，那去九域完全就是意料之外。艾达之子总不能九域也有人员潜伏吧？所以人员跟踪不太现实。另一个方式则是通过沙粒，大部分人都认为艾达之子在沙粒身上动了手脚，起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沙莉的身体被多番检查过，从幻塔决战后，沙莉先后被第9区、克莱瑞尔、西里一一检查过，但都没发现什么异常。那这说明沙莉要么没被动手脚，要么艾达之子的技术太牛了，这些检查技术都发现不了。不过现在的主线中，沙莉已经陷入了昏迷，那监视是否还在运行呢？
莎莉刚转移到白金岛，赦免天使就立刻出现了，这说明监视依旧是存在的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才发现艾达之子真正的监视手段，贤者一直都是通过亚诺监视我们的，而亚诺是通过海加德监视我们的，所以真正一直监视我们的是海加德。海加德对莎莉一直都不放心，才会派出我们作为监护人陪同，同时对我们的记忆进行了备份。但现在看来，他们对我们感兴趣的很，一举一动都被汇报给了海加德。只要海加德得到我们的消息，那就等于艾达之子知道了我们的消息，甚至贤者得到的都是第一手消息。以海底决战为例，这本身就是个突发情况，但在我们求援后，赦免天使立刻开始了行动，只因为海加德内部有着高级内鬼亚诺，在他的支线中，我们已经见识了他的能力，轻而易举就获得了更高的权限。如果是他在传递信息，那一切就说得通了。但在海底决战后，也有了新的疑问。艾文斯知不知道他是卧底？在剧情里面，亚诺是卧底并不是没人知道的，知情人便是布勒威。他一直用编的故事与亚诺过招，用魔王、骑士、勇者来影射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这就说明亚诺的伪装并不是无懈可击的，至少在海底决战中就已经出现了漏洞。让我们重新复盘一下当时的情况。主角与菲欧娜等人前往海底火山，然后发现了大批阿比斯，赶忙向外求援，并把折月锚点定在了海底。海加德得知了消息，就等于艾达之子也得知了消息。贤者要保护奈美西斯的安全，于是派出赦免天使进行支援。但是艾达之子想要快速抵达战场，就需要海底的折月坐标，这就需要海加德的帮助，所以只能主动联系第9区执行官艾文斯。这个时候就很有意思了。我们设想一下，艾文斯收到消息后，正在为职员的人选发愁，突然就收到了艾达之子的来信，表示愿意为了人类的未来一起抵抗灰玉体的入侵。如果你是艾文斯，突然收到了这样的消息，难道就不会起疑心吗？艾达之子能监控维拉，这是已知的，那么灰玉体的问题也是早就知道的，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上联手？这就说明艾达之子知道了奈美西斯遇到了危险。那是怎么知道的呢？第一个是监视，也就是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；第二个便是内鬼，而且还是高级权限的内鬼，能接触到维拉消息的内鬼。这样的人不会很多，用排除法就足以找出来。在支线中得知亚诺偷走资料后，他并没有发起通缉，除了他对亚诺很信任外，还可能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亚诺对他来说很特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埃文斯知道亚诺是卧底，为什么还要重用他呢？这就要从某酒厂说起了。在《名侦探柯南》里面有一个神秘组织，组织里1半以上都是卧底，但不可否认这个组织很厉害，与其收一些杂兵充数，卧底用好了还是很强的战力。说到底还是埃文斯无人可用。主线已经很明确的讲了，总部里唯有埃文斯和帕洛蒂值得相信，可见埃文斯在总部里面并不讨喜，不然他也不用特意联合帕洛蒂来设局了。亚诺就像连接艾达之子的桥梁，有的时候他需要艾达之子去做某些事，比如说莎莉刚到白金岛，艾达之子就现身了，这就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：亚诺知道埃文斯知道他是卧底吗？事实上这里面的关系很复杂，相互怀疑却没有实际证据。埃文斯怀疑亚诺是卧底，亚诺也会怀疑埃文斯知道自己是卧底，但双方本就是彼此利用，在没有实质利益冲突时，只要用着顺手即可。还是那句话，埃文斯实在是无人可用。不过这依旧是低层次的博弈，高层次的博弈是埃文斯想要看看贤者要做什么。在维拉一行中，他一直在监视莎莉的一举一动，这期间艾达之子都按兵不动，直到莎莉遇到了危险，赦免天使跨时空支援，这也坐实了贤者是有阴谋的。那么贤者的目的会在哪里？这就不得不提在游戏中绕不开的一个建筑幻塔。不管贤者的目的是什么，都会和幻塔脱不开干系。维拉受保守派影响，无法重启幻塔，但这时候又发现了新的时空9域，这就成为了新的博弈点。贤者的目的是让奈美西斯接近格网，埃文斯的目的则是通过新幻塔说服保守派。不过两人有一点倒是挺像的，都是追求永生的人。是不是感觉有些烧脑了？先别急，还有第3个执旗人，那便是奈美西斯。在莎莉苏醒之后，他一直在蛰伏，直到现在突然入侵格网，把所有人都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贤者的计划搁浅，埃文斯的计划也受到了影响。随着格索托斯沉没，莎莉这颗棋子也浮出了水面。海加德总部意识到艾达之子在利用奈美西斯，也会开始介入格索托斯事件。但不管幻塔里的局势多么的波澜诡谲，
大家只要知道老狐狸的目的就行，那便是追求永生。不论是自诩正义的海加德，还是不择手段的艾达之子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便是永生。但凡和阴谋有关，都和这个脱不开干系。随着海加德元能派和保守派曝光，势力斗争一下就激烈起来。同样是反对元能，保守派和艾达之子会不会私下有来往？同样是元能派，埃文斯·帕罗蒂和追求永生的老狐狸们又有什么不同？仅仅是派系之间的斗争，就会将幻塔剧情推向一个新的高度。希望4.0足够精彩吧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